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，咻一下都过去啊，又到了年底准备吃汤圆的季节啦。虽然我很爱甜汤圆，像之前分享过芝麻汤圆、花生汤圆、酒酿汤圆、冰汤圆，还有花好月圆炸汤圆，突然发现我怎么漏了非常重要的咸汤圆呢？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我超喜欢的咸汤圆。爱吃咸汤圆的同好请举手举脚。今天里这个咸汤圆真的不是我在操屁，这可是我阿嬷的压箱宝，真的是可以开店的那一种哦，保证你家人吃完一定会爱上你，然后你又会爱上我啦。不啰嗦，立马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咯。首先要介绍咸汤圆里面非常重要的配菜当欧，就是那个当欧们同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的那个当欧。好冷哦，怎么办？好啦，回来真的买不到就用其他的蔬菜取代咯，不过真的少了它有点少一味的感觉。我们先来食材的前处理。泡了水的干香菇我们切成丝，你要说这是切片也可以，反正就是切成长条状。接着是青蒜，分成蒜白跟蒜绿哦，没有的就用青葱也可以哦，我自己是特别喜欢青蒜。然后切点芹菜末，这个芹菜我觉得也是要加一下比较好哦，加了就有阿嬷的那种勾扎味。然后是泡水的虾米剁碎。接着来复习一下汤圆的做法，其实我好多影片都有分享怎么样做汤圆了。很重要的小撇步就是冲入75到85度 C 的热水，熟化部分的糯米粉，这样做出来的汤圆呢，延展性才会好，然后吃起来就是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，非常好吃。冲入热水之后就瞬间搅拌成碎面片状，接着戴上一个料理用手套来揉捏哦。我发现这类比较黏的面团戴上料理用手套来揉哦，特别防粘黏，特别好操作，就揉捏成这样子光滑的面团。想让它造型颜色更美丽，可以揉进去天然的蔬果粉，这个是自制的紫薯粉，买市售的也可以，随便揉捏一下，不用揉得太匀哦。这个随便揉捏的方式呢，就会让面团变成大理石纹，非常美丽哦。想揉匀当然也是可以，揉匀就是非常漂亮的紫色的面团。详细面团做法可以参考冰汤圆内部食谱，甚至细节都写在部落格文章里面咯。这个大理石纹的我觉得揉起来已经蛮美的哦，这时候就可以来分割。这个汤圆的大小真的没有一定哦，喜欢大一点的就是分割成大块一点，喜欢小汤圆非常迷你的你就分割成小块一点。然后熟汤圆的过程麻烦把全家大小都抓来，就规定自己的汤圆自己搓。那天有个朋友问我汤圆是不是一定要搓成圆形，其实说真的，你要把它弄成方形变成像芋圆那样我也是不反对，只是传统有那种全家团圆的意思嘛，所以就会做成圆形啦。超可爱的小汤圆就搓完了，没错，你看到后面大颗的就是鲜肉大汤圆。来统计一下，想学鲜肉大汤圆的麻烦再次加一下好吗？加一的就专门为你线上食谱哦。先来煮汤圆，水大滚之后呢，放入新鲜搓好的小汤圆，如果是事先做好冷冻起来的也可以。冷冻小汤圆呢，只要再多做一个动作，就是点一次冷水。如果是新鲜搓好的呢，只要煮到浮到水面上就可以捞起了。冷冻小汤圆呢，会点一次冷水，就跟煮面条的概念一样。那我今天这个是新鲜搓的，浮起来之后就可以捞起。煮好的汤圆呢，可以外表冲或泡冷水，降温之后就可以捞出沥干水分备用。备用的汤圆外表也可以喷一点油。接着来正式炒这个汤圆的汤底，带点肥的猪肉丝，不用腌制，直接下锅爆香，炒到肉丝反白，香气四溢。接着爆香其他的食材，我们先下锅香菇丝，火力不要太小哦。另外是虾米碎，把这些食材全部看胖爆香一下，出锅产生梅纳反应，香气才会好。接着加入青蒜，没有青蒜的就用青葱，保持相同的火力，把所有的酱料出锅炒香一下。这时候最明显的就是闻到浓浓的香气，
接着加入清水，想加入无盐的高汤也是可以。接着把它们煮到大滚，滚沸之后呢，就可以加入刚刚处理好的汤圆。因为汤圆已经全部都是熟的，就直接下锅之后呢，再次煮滚，稍微尝一下味道哦，看看这个咸度是不是你想要的。如果不够咸呢，可以加些盐或是胡椒盐来调整味道。然后特别推荐这种台式的小吃，一定要加上大量的白胡椒粉啊，这简直是精髓。另外再淋上些许的冷压芝麻油，最后加入这个帕波彩当欧，喜欢多的可以多加一些。因为茼蒿也很快熟了，下去拌一下大概就熟了，不需要煮过久。大概影片这样就可以准备关火起锅啦。Ubo 有没有闻到超香的咸汤圆？勾扎比阿嬷的咸汤圆等你交作业咯，记得一定要加上芹菜末跟香菜，绝配。하늘에 핑크빛 구름 내 손에 너에게 줄 chocolate I'm feeling so good 눈에 보이는 모든 게 예뻐 You already made my day 다가와서 꽉 안아줄 때 충전되는 이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깊어져 깊어져 나